2025年，中国经济可能要全面发力了。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个真相，那就是历经8年的磨砺，整个中国很可能已经涅槃重生了。现在的我们和8年前相比，已经出现了实力的质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敢时隔14年再度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政策的转向，你完全可以理解为是中国解除了束缚，准备全力拉升经济了。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判断呢？今天我们就把完整的逻辑一次性给您讲清楚。首先问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美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急剧恶化的？您还记得吗？我知道有人会说是2011年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开始把打压重心放在东亚地区，也可能有人会说是2013年一带一路策略的提出，中美在战略上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或者还有人认为是2015年美国试图对中国发动金融收割，这是中美关系恶化的重要导火索。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中美关系重大的转折点应该是在2016年，这是未来极大概率会载入史册的事情。因为在这一年的夏天，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南海直接逼得中国押上了海军所有的底蕴，3大舰队摆出了玩命的姿势，预备役都收到了通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21世纪截止到目前中美出现的最大危机，因为一个不小心，两国就有全面开战的风险。从那一年开始，整个中国实际上就已经转入到了战备模式。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中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增速，在2016年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是131万亿，其中中央69万亿，地方62万亿。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就直接变成了371万亿，其中中央116万亿，地方255万亿。从历年的增速来看，年均增速全都在10%以上。最夸张的是2021年甚至达到了惊人的14%，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中国 GDP 的增速。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面，国家一直在大幅度提升国有资产的占比。那提升国有资产的占比有什么目的呢？答案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儿。民营企业虽然重要，但是在关键时刻决定国家实力上限的无非就是3个重要指标。第一个是能源保障能力，第二个是工业生产能力，第3个就是物资调配的能力。这3项能力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所以在特殊时期，这些关键领域必须直接抓在国家手里面。这就是过去6年国有资产占比不断上升的核心原因。为什么从2016年开始，大家会感觉这个钱越来越不好赚了？核心就是国际局势恶化，咱们自己开始更换增长引擎。那这6年时间里面，国家集中了那么多资源，做了哪些事儿呢？一个是进行了能源转型。根据数据统计，2023年中国的光伏和风力发电量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居民用电量。也就是说，就算只靠光伏和风力发电，也能维持中国人基本的生活。我们一个国家的清洁能源发电量就超过了整个印度。这个转型的方向意味着我们正在做最坏的打算，即便有一天美国封锁了所有的能源航线，全球所有的能源国都不卖资源给我们了，我们也要有基本的自保能力。除了能源转型，还有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进行了全领域的产业升级，让中国的工业能力形成了质变。在2016年之前，中国的工业能力还主要体现在中低端制造领域，很多关键领域还存在被卡脖子的现象，比如说汽车制造、大飞机制造、半导体领域等等。但最近一些年，中国的技术创新呈现了井喷之势，以前被卡脖子的那些领域全都出现了关键性的质变。像汽车制造、轮船制造这些领域，我们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飞机的制造，我们也是全球领先水平，甚至就连一直被卡脖子的芯片领域，我们也实现了军用和民用的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工业升级不仅体现在了民用领域，一旦工业技术出现了突破，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军备能力也会走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最近几年，我们才会频繁地看到055、国产航母、东风快递、无人机、电子轨道炮这些东西入列服役，这就是中国工业能力出现质变的最好体现。而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在极端情况下，我们有能力同时击退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西方联军的侵略，保护中国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做完这2件事情之后，我们还同时做了第3件事儿，那就是国内基建的全面翻新。这主要体现在高铁、高速里程的大幅增加，以及国内公路、机场的全面铺设。不信大家看一看自己周边，这几年是不是修的路越来越多了？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物资配送能力是战争能力的基石。你有再强的工业生产能力，运不到前线去，那也是白搭。在2019年春运期间，西方国家就做出过一个统计，他们发现当年春运期间，中国累计运送旅客30亿人次。在和平时期，我们可以运旅客。在战争时期，那你说能不能运军人和物资呢？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几年美国一直在避免和我们发生正面的冲突，但是他们还是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走向复兴，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又开启了加息周期，试图用金融手段来拉拔我们的经济。当美国开启这轮加息周期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重视的，因为毕竟金融霸权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面，所以我们的政策端也非常的小心，既不敢跟着美国加息，因为加息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行，又不敢大幅降息，因为降息会导致中美利差变大，资产加速外流，所以导致我们在2022年到2024年上半年期间政策左右为难，难以给出有效的刺激方案。实际上，经济学界早就分析，我们应该尽早开启经济刺激，因为应对经济下行最好的方案就是采取宽松的货币和金融政策，这是最有效果的。但经济学家们只懂经济，他们没有考虑到决策层对未来的整体预判。再说的直接点，就是在过去的2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上面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其实是非常严峻的。事实上，就连咱们民间也察觉到了和100年前类似的场景。所以在出台政策的时候，咱们是想留有余量的，不想一下子就用出了所有的弹药。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迟迟不敢采取更加宽松的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但在9月份的时候，局势出现了转变，当美国扛不住，主动开始降息，这就说明我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美国的实力。在这场金融憋尿大赛当中，率先扛不住的不是咱们，反而是美国人。当察觉到这一点，我们当即做了2件大事。一件事发射了东风快递到太平洋，警告敌人，为中国的经济复苏开路。第2件事，赶紧调整政策，密集地出台了多项刺激政策。事实上，你常看新闻就能够清楚，从9月份到现在的12月份，短短3个月的时间，国内刺激政策大规模出台，数量之多，刺激力度之大，历史罕见。这一次时隔14年再提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国家政策的大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前面的10万亿化债也说明了上面的态度，那就是必须赶紧甩掉包袱，让中国经济轻装上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变，我个人认为只有2种可能。首先，可能是我们非常的自信了，随着8年的累积，我们认为现阶段咱们的实力已经到了足以应对复杂局势的地步，不用再绷着神经全力备战了。其次，可能是咱们对对手的实力进行了重新评估，我们认为以前过高的预估了他们的实力，所以对应着我们也调整了自己的政策。但具体是哪一种原因我还不能确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最黑暗的时间我们已经熬过去了，距离苦尽甘来的时间点可能真的不远了。